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，与诸位结缘。在《道德经》第78章中，老子以水作为比喻，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，但却能战胜天下至坚至强者，这种力量无人能够替代。水的柔性并非消极的妥协，而是一种能够穿透、能够包容的力量。老子接着又指出，弱能胜强，柔能胜刚，这一点世人都知道，但真正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。最后他提出，圣人愿意承受国家的污垢，愿意背负天下的不祥，这正是成为社稷之主、天下王的原因。这一段话表面上讲水的特质，但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处世智慧，尤其对于商业斗争与职场人际关系都有极高的现实价值。我们先从商业斗争来看，商业世界表面上是资源与市场的竞争，实质上是智慧与战略的较量。很多企业在面对竞争时，常常选择用强硬的方式去压制对手，例如通过价格战、专利诉讼，甚至恶意收购来达到短期的胜利。这些方式看似强硬，犹如刀剑直接对撞，但往往带来极大的消耗，甚至可能两败俱伤。真正能够长期立足的企业，往往懂得借鉴水的智慧。水不与坚硬的岩石硬碰硬，而是通过持续的流动，不断的渗透，在不知不觉间改变格局。商业竞争中，那些懂得迂回、懂得灵活调整策略的企业，才是能够笑到最后的。举个典型的例子，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，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，许多传统的巨头企业凭借庞大的资本与渠道优势，试图通过强硬的市场策略来压制新兴公司。然而，真正脱颖而出的，往往是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的小公司。比如在电子商务的兴起过程中，一些本来不被看好的新创企业，凭借灵活的商业模式和对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，不仅在巨头的夹击下存活下来，还逐步发展为行业领导者。这恰恰印证了老子所说的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。强硬的市场垄断手段或许在短期内奏效，但面对环境的长期变化，只有如水般柔韧和适应的力量才能经受住考验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商业竞争不仅是企业之间的对抗，更是智慧的较量。水的力量在于它懂得回避锋芒，遇到坚硬的石头，水不会硬冲，而是绕过去，日积月累的侵蚀，最终让石头失去立足之地。企业在面对竞争对手时，如果一味地进行正面冲突，比如发动价格战，可能短时间内能抢到一些市场份额，但长期来看，双方都可能陷入亏损，甚至自伤元气。而更高明的做法是学会像水一样避实击虚，通过创新找到市场中的空隙，开辟新的赛道。这种策略往往更容易赢得长远的优势。因此，老子的水之智慧对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。企业要有像水一样的柔韧性，能够根据环境不断调整方向，而不是固守僵化的模式。商业史上那些失败的案例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企业过于坚硬，拒绝改变，结果在市场变迁中被淘汰。相反，那些成功的企业往往能够在环境变化时迅速调整战略，顺势而为。转向职场个体的角度，老子的这段话同样提供了深刻的指导。在职场中，很多人以为越强势越容易脱颖而出，越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越能表现出能力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过度的强硬往往容易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团队合作的障碍。真正能够在职场中长远发展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咄咄逼人的人，而是那些懂得以柔克刚、善于沟通与协调的人。举个具体的场景，
如果在团队讨论中，某个人总是坚持己见，不听取他人意见，甚至用强硬的语气否定别人，表面上似乎显得有魄力，但长期下来，同事们会产生抵触心理，合作关系逐渐恶化。相反，如果有人能像水一样，先倾听别人的想法，再通过温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，即使意见不同，也能让别人感受到尊重和理解。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在团队中建立起威信，得到更多的支持。再来看职场上的为人处事，很多人习惯把职场看作一个决斗场，觉得必须强硬，必须锋芒毕露才能赢得机会。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，太过锋利的人可能在短期内引人注目，但在长期合作中却容易遭遇排斥。真正能够在职场中走得长远的人，往往懂得柔的力量。柔意味着善于沟通，懂得换位思考，懂得在不同的情境中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，而不是一味坚持己见。面对上级的批评，有人会立刻反击，结果虽然暂时解气，却可能在无形中破坏了信任关系。相比之下，柔性的人会先冷静接受，在合适的时机再表达自己的思考，这不仅维护了尊严，也展现了成熟。从管理者的角度看，更能体会到柔的重要性。一个团队如果总是靠强硬的命令驱动，短期内可能确实见效，但成员会逐渐失去主动性与创造力。谁启示我们，真正的管理不是以刚治人，而是以柔育人。柔性的领导者懂得倾听，懂得调动团队的积极性，让成员感受到被理解和被尊重。这样的团队往往能够自发地产生凝聚力，创造出超越个体的合力。柔并不意味着领导失去权威，相反，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掌控，以无形的方式凝聚人心，就像水无处不在，却能滋养万物。老子还指出，圣人之所以能为天下王，是因为他们愿意承担国家的污垢，承担天下的不祥。放在职场中，这句话同样有深刻的意义。柔弱并不是逃避，相反，它是一种更大的担当。团队中最受尊敬的人，不是那些只会把功劳占为己有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危机来临时愿意挺身而出，替团队分担压力的人。柔的担当体现在一种包容力上，能够承载责难，能够接纳错误，能够在挫折中不推卸、不抱怨，而是默默承担。这种人看似柔和，但内心却坚韧无比。正如水看似无形，却能承载江海。在商业斗争中，这种柔性的担当同样重要。一个企业领导者如果只在顺境中享受荣耀，却在逆境中推卸责任，那么这个企业迟早会失去根基。相反，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者，才能赢得员工与合作伙伴的信任。柔的力量就在于此，它并不以强硬的姿态示人，而是通过持续的承载与包容，逐渐赢得真正的尊重与力量。那么为什么弱胜强，柔胜刚是天下皆知，却莫能行呢？原因在于人们往往被表面的强大所迷惑，觉得锋利才能取胜，刚强才能立威，而忽视了柔性背后隐藏的深层力量。真正做到柔，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。它要求我们克制冲动，懂得延迟满足，愿意放下短期的优势，去换取长期的稳固。这种心态和格局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拥有的。在今天这个高度竞争、变化快速的时代，老子的话显得尤为珍贵。商业世界中，那些懂得像水一样灵活、懂得包容、懂得寻找新的路径的企业，往往能够穿越周期，获得长久的发展。职场中那些懂得柔性沟通、懂得承担责任、懂得在人际关系中平衡取舍的人，往往能够走得更远。这一切都印证了老子所说的“水之柔胜刚”的智慧。
当我们把视野投向下一个章节，会发现老子依然在探讨柔与刚、强与弱之间的关系，但他将进一步把这种对比带到更宏大的层面，涉及到人生的根本态度与存亡的智慧。水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，而接下来的内容将带我们走向对生命本质更深层的思考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